阿海回来啦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把我逼到这一步？好歹也是我把你从精神边缘救出来的，好歹我也真心为你想过。就算我有什么过错，我们曾经夫妻一场，你也不该对我赶尽杀绝。阿海，你怎么了？什么夫妻一场？你还装？这是在玩火自焚，你早晚烧死你自己！你真的跟雪晴好了？够了！段雪晴已经要跟我离婚了，你别再装了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真的是她的丈夫？你还装？我那么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，阿海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，阿海？你还装？你还装！你这个疯子，你跟陈焕平一样是个神经病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冤有头债有主，是陈焕平把你弄到精神病院，是段雪晴推你下楼，你为什么非得把一切都算在我头上？我妈阿海唯一的丑事就是跟你结过婚。你要是再敢对我的孩子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，我就会对你不客气。我没有放弃过你，妈。青灵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怀孕了，孩子是段天朗的。青灵，这是药，快吃了吧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没病！你们放开我！起来！你回答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！回答我！你告诉我！我想起来了，你们怎么对我，怎么利用我，怎么折磨我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林海，你变回从前的样子是罪有应得，你们活该，你们全都活该，你是罪有应得，滚回你原来的位置。我活该？那段天朗呢？段雪晴呢？他们不用受到惩罚吗？雪晴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那段天朗呢？他没有害过我。我承认他爱过你，为你付出过一切。可在你病了之后，他和珊珊去欧洲度蜜月，是他选择放弃了你，抛弃了你，你懂吗？陈焕平对你所做的一切，他都知情，他没有阻止，也没有告诉你。妈，你这么做可是在犯罪啊，要坐牢的，你没有想过吗？我是个精神病患者，想要避风塘，谁会追究我的法律责任？再说，为了我的孩子，为了你的婚姻，我可以做任何事，我可以不择手段，不择手段，你知道吗？不择手段！我不想再听你说了，你好自为之。青灵，你太单纯了。段天朗替他姐姐隐瞒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那是因为你穆青灵对他来说只是壮大正太的一颗棋子，他需要的是你对香水的能力，就像雪琴需要我是我的经营能力。我们都让段家人给利用了。不会的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？你不相信我，那是因为你还迷恋这座大房子，你舍不得走吧？你胡说！你以为我是你呀？你别自比清高。你不相信段天朗骗你，是因为你想自欺欺人，给自己一个可以留在这儿的理由。你胡说！放开！还有5个小时了，会计部说你还没有任何动静。段雪晴，你别把我逼急了。你别忘了我手上还有王牌。狗急跳墙了？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段雪晴，你做的哪一件事我不知道？你到时候把我逼急了，我把一切公之于众，我们一块儿死。随便去说好了，你有证据吗？你看谁会信你？到时候我还可以告你一个诽谤，损害我的名誉。你别忘了，你弟弟段天朗，所有的一切他都知情，他可以替我作证。丁海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天朗是我弟弟，他怎么可能站你那边？再说了，如果天朗肯背叛我，你跟青灵也不会落到这个田地。怎么忘了我还有这张王牌？你说什么？喂？段天朗，我告诉你，青灵现在在我手上，他现在已经清醒了。告诉你姐，别想再害青灵了。另外，你姐用我的账户炒股亏了1000万，你打过来替她还上。你让她别再利用我了。丁海，丁海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会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把手机还我！接电话，青灵。总经理，正好，你叫财务部打1000万到丁海账下。1000万打给丁海，我没听错吧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？我要亲自跟他对质。你省省吧，你以为他会告诉你实话吗？不会让他跟我说实话的，给我！你以为他喜欢你？青灵，你清醒一点，跟我走，我会证明，就算你死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出手救你，因为你只是一颗棋子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我会让你相信的，但我需要你配合，我会让你看清段天朗对你是否变心了。走。段经理，我正要去卖场找你呢。酒店的人找我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总经理吩咐，让财务部给丁经理打1000万。我不敢随便通知，所以想问问你，给丁海打1000万？对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哦，这件事情就当没有。好。喂，天狼，为什么给丁海打钱？姐，快照我的话做，把钱打给丁海。到底为什么？从丁海的话里，他好像绑架了青灵，
你快把钱打给他。什么？不会真的闹出人命吧？姐，快把钱打给他。我被绑架过，我知道绑架的滋味有多可怕。行行行，马上照办，我们随时联系啊。穆青灵，你还得陪我把这出戏演完。等段天朗的钱到账，我就可以远走高飞了。喂，老季吗？安排好了吗？船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自己开船小心点。钱还没有到账，我就不相信段天朗会置青灵安危于不顾。丁海，我不想再跟你浪费时间了，我要回家。别急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去哪儿？回家吗？家？穆青灵，你别忘了，你已经没有家了。对了，你马上就能看清你不知道的事了。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要回去了。穆青灵，我已经告诉天狼我们在这里，他已经在来的路上，你哪儿都不准去。他怎么来了？我是开玩笑的。你在考验我？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那我就不跑路了，演给你看看。林海，快住手！林海，丁海，你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把他放了！事到如今，为什么要我放了他？丁海，你误会我了，你赶紧放了他，别做傻事。你还不知道，他已经恢复了记忆，他会报复我们所有人，他会捣乱，他的存在只会让你更恨我。我不会恨你的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放了他吧。不放！放了他！原来你们都在利用我，段雪晴，别以为你出身名门，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上得了台面的。你妈珊珊，你们都自命高人一等，做的事情比谁都卑鄙，穿得光鲜亮丽，有个屁用啊！你们根本就不是人！疯女人，我是在帮你，你怎么还骂人啊你？你这不是找死啊你！放开我！让你妈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天良，大哥，天良，天良，抓住游泳圈！我够不到！天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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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行，你晕船，救我！救我！天良！你们说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？雪晴误以为是自己推青灵落水的，我替她遮掩过去，她一定会感激我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雪晴，爸，雪晴，杀死我了！爸，你一定要救我！别怕，我要回家。好了，你先坐啊，我先问问看。当时我就在旁边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们是去那里拍照，不是什么大事。青灵正好就站在船边，然后那个时候风浪特别大，他一不小心就失足落水了。当时我们试图救他，加上我老婆她弟弟突然心脏病发作，当时乱成一团。爸，爸，爸，爸。
120，快叫救护车！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爸，手续都办好了。都是我的错。你别太自责了，一切有我在，我会帮你处理好的。刚才谢谢你，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帮我说话。那是个意外，本来就不是你的错，是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。雪清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以后不准再提。爸和天朗都需要你的照顾。薛医生，我爸没什么大碍吧？上次他大病以来，身体就一直没复原，不是交代过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吗？我爸很严重吗？搞不好随时有中风瘫痪的可能。什么？这么严重？拜托你们这次一定要小心再小心，知不知道？行，那我需要注意些什么？一会儿我都写下来给你。照我说，最好把苏南找回来。这些年一直都是他在照顾你爸。再说他本来就是医生，懂医护，而且还能给你爸心理上的安慰。还是没有他的消息吗？一会儿来我办公室吧。好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我会陪着你。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地步，对不起了，秦岭。雪晴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挪用公款，你能原谅我吗？爸知道了吗？放心吧，爸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你挪用公款的钱，也没有受到损失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得到消息说，山城将要跟势能合作，股票必然要大涨，所以我才挪用公款投资的。我得知你背着我让刘成辉投资股票，所以找刘成辉把钱拿了回来。你怎么会？我得知居士平这个老狐狸跟2家石油公司同时合作，就料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所以阻止刘成辉，我们没有造成损失。刘成辉没有告诉我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原来你一直都信不过我。你当时的情况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况且是我的错，要不是你一直兜着我，这回我就大难临头了。没有给你和集团造成损失就好。但是，你怎么知道山城一定不会跟势能合作？2家公司，它也有50%的可能性啊。珊珊告诉我，说你背着我投资股票。怎么样？知道了事实真相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感动，还有感谢。谢谢你为了我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段雪晴，有你的，知道了一切真相，还设计个圈套让我钻。看来我是真的低估你了，雪晴。离婚的事，我希望你再想一想。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爸和天朗。他们2个人现在都还没醒，我没有多余的心思。我们离婚的事情，就缓缓再说吧。
好，我回去帮爸和天朗拿些换洗的衣服。你一个人在这儿没问题吧？以后你可以相信我了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总算是度过了这个难关。段雪晴，你有张良计，我有顾强堤，以后我们走着瞧。天朗，天朗，天朗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天朗，天朗，金玲呢？金玲现在在哪儿？啊？他失踪了。哎，天朗，医生说你不能激动。天朗，你干什么？医生说你不能太激动。不，我要去找他。天朗，你已经昏迷3天了。天朗，天朗，医生，医生，天朗，天朗，医生，快来人，医生。挪用公款的证据，离婚协议书，都给我见鬼去吧！雪晴，有你的把柄之后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哎，你这是？我已经好了，我要出院。你呀，别不耐烦，我也不想看到你。集团的事就交给孩子们吧，你总不能负责一辈子，是不是？我还头一次听你说这种话，怎么，我情况很糟糕吗？离糟糕不远了，如果再出现一点闪失的话……啊，对了，天狼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你们父子俩简直一个样，都不注意照顾自己，病还没好就吵吵着要出院，这不人又不在病房了。珊珊，爸，天狼呢？他去码头了。码头？他说救援队没找到青灵的尸体，就说明青灵还活着，所以他在码头等青灵回来。珊珊，你还能坚持吗？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珊珊，委屈你了。青灵，妈，你醒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知道妈妈都担心死了。你慢点儿，慢点儿，能行吗？啊，我给你接点水啊。妈，我记得我好像掉到水里了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别着急，我慢慢告诉你。那天我在段家门口看到你和丁海匆匆离开，我赶到码头，刚好看到老于把你救起，结果你一直都在昏迷。还好还好，你现在醒过来了，太好了。都是妈妈不好。妈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本以为我离开段正华，他会让你和天朗在一起。妈，幸好我没有跟他在一起。
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。怎么了？你们当时发生什么事了？天哪！救我！救我！妈妈不问了啊，不问了。你先休息，来，慢慢躺下。天海，你也在正好。天狼，你怎么不在医院待着呀？告诉我，是怎么回事？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秦林为什么会掉进海里？你告诉我！他已经想起你和他的关系了。你说什么？秦林已经慢慢恢复记忆，他想起你和他的事情，但仅止于此，其他的部分没有任何进展。他听说你和珊珊结婚的事情，所以心里很混乱。他要我带他去海边，想测试你。不可能！那天你明明说你绑架了他。是秦林要我这么说的。他要我带他去海边测试你，我当然不愿意。但他以死相逼，说我不愿意的话，他就跳海。你撒谎！你别忘了，你还向我要过赎金呢。我不这么说你会信吗？段天狼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跟雪晴已经被这个事情折腾得够呛了，我当然希望他赶紧恢复记忆，跟你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这么想有错吗？可结果呢？他掉进了海里，现在生死未卜。天狼，天狼，丁海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一切都是青灵的主意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绑架，根本就没有什么1000万。你要不信，可以查一下公司的账户，根本就没有钱转到丁海的账上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青灵的思维混乱，她一方面认为丁海是她老公，另一方面又想起你们的感情，所以才搞出这么一场恶作剧的。你说这是恶作剧？那他为什么会坠海？那天我去的时候，他的思维已经非常混乱了，他忘了他本来的目的，还以为我是去抢她老公的。青灵当时精神失常，可能还没摆脱幻萍阿姨的药物控制。他一看到雪晴就冲上去打他，你说我能不阻止吗？他一看到我护着雪晴，他就疯了，又闹又跳的，然后不小心失足落海了。天狼，发生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。可是既然这样了，你也不能怪我们呢。天狼，你身体也不太好，赶紧回医院吧。不，我要去找青灵。青灵，他不可能活着了。他不会有事。我不相信你们所说的，我会找到他，我会听他亲口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离开段家后去了法国，在那里，我一直都牵挂着你。幸亏丽丽把我和奶奶的遭遇告诉了你。我得知一切后，立刻回国赶到了段家。把我们逼到居无定所的是段家，让我和奶奶阴阳相隔的也是他们。现在，连我实现梦想的时间都不给我。妈，我不想再见他们了。好，以后啊，妈妈陪着你，我们会幸福的。你们好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？没见过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这位兄弟啊，打扰一下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？没见过。哦，谢谢。
爸。啊，天朗呢？又出去了？天狼已经无故旷工1个多星期了，徐董和张董向我抱怨了好几次，怎么办？总得想个办法堵住他们的嘴吧。雪晴，你暂时去酒店，替天朗先盯一下。哦。爸，那卖场怎么办？暂时替雪晴盯一下卖场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回来了。妈，我知道怎么改良我的香水了。是吗？今天渔民在上鱼饵的时候加了好多中草药，什么排草、郁金香松，所以这鱼饵的味道就有持久的穿透力。我想啦，以后我们做香水也可以加中草药，也可以更持久啊。所以我准备研制一款这样的香水，就叫海蜇香，怎么样？我女儿天生就是一个制作香水的天才。不过，要是加中草药的话，我可不太懂，你得帮我啊。那妈妈懂啊，一定会帮你的。来，吃点东西。真不敢相信，一个没有系统学习过的孩子，有这么高的制香天赋。我该重新为他设计未来的蓝图了。这些是我还没有处理完的文件，你都知道，按原计划进行就行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当然。之前你在爸那里被扣了很多分，希望趁这次机会能够追上来。雪晴，你原谅我了。太好了，你终于肯原谅我了。别想得太美，你还在观察期。我一定好好表现。现在天狼每天去找青灵，我真担心，如果青灵他还活着，他会不会告诉警察是我推他下海？那天风浪太大，船颠簸得太厉害，加上他自己没站稳，不然凭你的力气不可能把他推下海。还有我说过，这件事情谁都不准再提了，这是个意外。如果青灵真的还活着的话，现场只有我们3个人，只要我们俩统一口径，就不可能会有问题。那我先回酒店了，你忙吧。恭喜你，终于回到酒店了。我知道那是你的梦想所在，只是暂时的，没什么好高兴的。我先走了。虽然是暂时的，但也有可能把它变成永远。段雪晴的椅子应该更舒服吧？你好，请问你见过照片里的人吗？知道，没见过。真的没见过，谢谢。青灵，青灵，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？段天朗他来了。天朗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想见他吗？我不想见他。你确定？
我们走。青灵，可怜的孩子。苏南，我该怎么向你交代呀？天狼一心想找青灵，根本没心思工作，定还有不可靠。苏南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雪清，天狼，有他们的消息了吗？你看看。爸还没休息。薛医生跟我说，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随时都有可能中风瘫痪。天狼，你不觉得爸已经老了吗？爸，还没休息。回来了。怎么，还没有青灵的消息吗？爸，我知道，现在你的心思一定在青灵那里。对了，我放你1个月的假，这1个月里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找青灵。但1个月之后，寻找结果不论是什么，你都要必须回酒店工作。1个月？你已经荒废了很多的时间，怎么样，能答应吗？爸，我答应你，1个月之后，不管找不找得到，我都会回来工作。好。1个月之后，段天朗就要回酒店，到时候段雪晴还得回正泰百货，那我呢，又被打回原形。段正华，你这个老狐狸，有需要的时候就利用我，用不着了就把我踢走，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？现在正是你抓住天狼的好机会。抓住天狼怎么抓？以前他好歹在家能见到他，可他现在不在家，想见他一面都难。天狼伤心是必然的，你就多理解一下，等过段时间他自然就忘了。我倒是要说说你珊珊，你怀孕可是超过3个月了，最近家里事情太多，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你的肚子。我想，天狼早就忘记我是孕妇这件事情了。我到生的时候肚子都没大起来，他都不会看到的。他心里只有那个穆青灵。你就不担心爸问起吗？那我怎么办？在肚子里塞个枕头吗？在肚子里塞个枕头就不会被人看穿吗？我的意思是要你真怀孕才行。真怀孕？雪晴姐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从结婚到现在，段天朗压根儿连碰都没碰我，我想这辈子都不会怀孕。天朗，天朗，拜托你，无论听到什么都别激动，想想爸，别让他担心了。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你知道了还帮着他来骗我？要不是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谎言，我早就和秦林在一起了，也不会发生现在的一切。对不起，天朗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道歉。可是你别着急，当心身体，身体最重要。珊珊，我们明天就离婚。天狼，珊珊，珊珊，雪晴，天狼已经知道了，你就别插手了，你让他们自己解决。最近家里事情太多了，我不想让家里再出事情了。工作和事业的事情
已经让你够累了。雪清，你需要多休息，管不了的事你就别管了。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，我去找天朗和珊珊谈一谈。你早点休息。天朗现在心不在焉的，集团的事还都得靠你呢。好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天气凉，注意身体。没想到最后，在我居珊珊身边的，竟是我平时最瞧不起的人。看来我看人的眼光真的是有问题。我说过我们在段家的处境差不多，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可以跟我谈一谈吗？现在根本就由不得我。在段天朗的眼里，我就是一个破坏他幸福的罪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青灵的笔记。看出来了，这是青灵写给段天朗的情书。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。那天我看见段天朗和青灵一前一后从书房走出来，就有所怀疑。我猜青灵其实早就恢复记忆了。你不也这样怀疑吗？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两个就暗通款曲，勾结在一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青灵想要报复我们，所以假装失忆。天朗爱他，所以就由着他演戏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看来我真的是没猜错。你不用觉得理亏，该心虚的是那对狗男女才对。你们在哪儿？青灵，我不会放弃。不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。爸，你怎么这么晚还回来呀？跟天狼吵架了？你怎么哭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爸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段天狼他知道我假怀孕的事了，还说要跟我离婚，可是他自己早就背着我偷偷的跟穆青灵在一起了。穆青灵？她不是已经失忆了吗？和雪晴的老公在一起吗？没有，他是装的，其实他早就恢复记忆了，一直瞒着我们，把我们都给骗了。爸，你看，这就是他和天朗偷情的证据。这什么呀？穆青灵写给天朗的情诗。这个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丁海给我的。丁海？雪晴的老公？对，爸，现在他们证据都有了，爸你得帮帮我，不能被他们两个白白这么给耍了。他敢！
谁要是敢欺负我居士平的女儿，我让他付出代价。丁海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难道在打珊珊的主意，还是说……哎呀，我排兵布阵了这么久，终于能找到挥舞的那把刀了。丁海来得正好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宝贝儿，你放心吧，你就等着看吧。爸，天朗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怎么办？先晾着他，不用理他。爸，天朗给我发微信说，让我明天到民政局跟他离婚。宝贝儿，你最近哪儿都不要去，就待在家里，也不要去段家，更不要见段家的任何人。段天朗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进来。居董，啊，很意外吗？不会不会，请坐。听说今天雪晴不在，我上来看看你。啊，我给您倒杯茶。你看看这个，这是穆青玲写给天朗的情书。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给珊珊呢？你明知道这个东西在他俩身上出现，会让他俩吵架。我只是不忍心珊珊一直被蒙在鼓里。他们骗了珊珊，但却是珊珊在自责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公平了。哦，我知道。那你是在为珊珊打抱不平了？为什么？你是段雪晴的老公，段正华的女婿，这里头又是正太的地方，怎么想你都应该站在段正华的身边。你站在珊珊这边，那不就成了吃里扒外了吗？居叔叔说的没错，站在我的立场，我本应该对段家人忠心不二，但除了情，我还有点良知。这一次是天朗和青灵过分了。哦，哎，说正泰百货现在由你暂管，不过你现在还窝在这个投资部的办公室里头，你心里一定觉得很委屈很难受吧？哼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把自己也换到总经理办公室的情景？挪用公款的事儿，虽然雪晴现在暂时帮你摆平了，可是财务部那边还是一直有传闻的。只是段正华现在在家里头休养，还不知道。只要他一来集团上班，难免会有人在他耳朵根子上嚼舌头。原来居叔叔早已经把我摸了个透啊！既然我在你面前无所遁形，那我也就不跟你装了。我想你该听珊珊说了，段家关系复杂，我这个段家女婿就像在如履薄冰，所以我特别理解珊珊要一直假装怀孕的策略。我跟她同样是天涯沦落人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
你攻击的方法是绵里藏针，我很欣赏。丁海，跟我合作怎么样？合作？山城和正太。你不要装糊涂，我说的是你我2个人。我的道比你宽，跟我在一起发财，总比你窝在这个位子上要快得多吧？糟糕，段天朗还有1个星期就要上班了，看来我的行动得加速进行了。雪晴，对不住你了，现在对我而言是最好的时机。从你妈那儿学来的招数，我得用在你身上。怎么样，东西带来了吗？就2瓶啊？2瓶还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。你要这个中枢兴奋剂干什么？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最近太累了，连夜工作，亢奋起来就好几宿睡不着觉。亢奋，可以吃几粒谷维素啊，但那个药也不能多吃。我现在压力太大，导致神经衰弱。我现在不管喝多少咖啡都已经不管用了。还好有你这个路子广的朋友啊！你这身负重任，日理万机的，白天忙公事，晚上回家还要忙私事，别搞坏自己的身体。去，赶紧拿钱走人。谢了。我走了。好。工作呢？回来了。累了吗？累啊。哎，桌上的是什么呀？这个，这是我今天经过药店的时候买的一些保健品，因为我不懂这些，所以店员推荐的我就全买了。保健品啊，店员说这些对女人的皮肤特别好。前2天你不是说熬夜皮肤不好吗？所以我就想着帮你都买了。这阵子家里经历那么多事情，我才深刻的体验到天大地大，身体健康最大。所以呢，为了我们的健康，我们一块儿吃，一起保养身体。来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为了健康，你多喝点水啊。还有为了我老婆美丽永驻。慢点吃。谢谢老公。那行啊，老公，我先去洗澡了。你忙吧。
你好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有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两个人？没见过。谢谢，谢谢。师傅，打扰一下，你帮我看看有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两个人？没见过。你再帮我仔细看一看。真没见过。谢谢。但是旁边的大姐好像见过。您说的这位吗？啊，对。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就是那天那女孩落水那天。那个女孩最后救起来了吗？不知道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苏南，苏南在吗？在。你是苏南？啊，我是他女儿。这是从法国寄来的国际邮件，签收一下。国际邮件。对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再见。再见。什么邮件呀？妈，谁寄来的？是什么法国香水学校寄的。呀，太好了，终于到了。你知道这事儿？我当然知道，这是法国季防丹若勒学校邀请你去交流访问呢，你可以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把你的资料早就寄给他们了，他们说你就是制作香水的天才。太好了，他们这么认可我啊！当然了，你可以去学习半年。青灵啊，这下子你可以脱胎换骨了，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。学半年？怎么，你不想去？没有，我想去。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，我们一起去法国，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。对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真的吗？真的是苏南租了那里的房子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是苏南没错的，他是9月13号来的，租的南华小区15栋508室。我看看。啊，9月13号，9月14号，青灵就出事了。谢谢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爸，有苏南阿姨的消息了。9月13号，她在我们家附近的公寓租了间房子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他们。好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过去接她。爸，你就在家里待着吧，我找到他们之后就把他们带回去。好。段先生，你来啦？你好，怎么样？他交了半个月的房租，住了1天就匆匆忙忙的搬走了。那他人呢？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那这个人你见过吗？没有。确定吗？确定，非常确定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走之前我有问过他一句，他说他要去黄塘。黄塘？黄塘是什么地方？就是一个海边的渔村，你可以去那里找找。谢谢谢谢。不客气。黄塘。有人吗？苏南阿姨，青灵，你们在吗？哎，你找谁呀？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两个人是不是住在你这里？对，就住这儿。他们人呢？去九峪码头了，找我弟去了。九峪码头找你弟？哦，于奎，你到那儿一打听都知道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不用谢。叔叔，老于，哟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！是你们娘俩啊？我们要走了，今天来跟你道个别的。这好好的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我要带我女儿去法国上学，我们一起去。于叔叔，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和我妈妈的照顾，您的大恩大德我会记在心里，我一定会报答您的。哎，快别这么客气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老于，这是我们母女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得收下。这不能收啊！哎呀，你一定得收下。我做这个也不是图这个东西。我知道，
可是这些日子多亏了你，没有你就没有我们母女的今天。我真的特别感谢，就是一点点心意，收下收下收下吧。对对对，孩子都说了，你收着吧啊。那我们走了，告别了，回头再来看你啊。袁叔叔再见，保重啊。保重啊。酸酸甜甜人生的旅程，喜喜乐乐放飞的心情，成功或失败我都要勇敢面对，告诉自己不再哭泣。请问，您是于奎先生吗？您找我有事儿？您好，我想向您打听一下，今天有没有一位叫苏楠的女士来找过您？哦，他们刚走。刚走？那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说是清零上大学，去机场的路上，刚走。你没碰到他们吧？多谢。酸酸甜甜人生的旅程，喜喜乐乐放飞的心情，成功或失败。我现在一想到段家，就有无穷无尽的悔和恨。青莲，仇恨只会让你更痛苦，不要这么折磨自己了。以后的日子，妈妈陪着你，我们会幸福的。即使热意的翅膀，我也要飞翔，相信自己绝不屈服，绝不放弃。绝不屈服，我绝不放弃，我绝不放弃。天狼，不会有什么大事吧？天狼最近有什么事吗？体力精神都透支了。段副董，别让孩子这么辛苦，钱是赚不完的，身体要紧。啊，那麻烦你了。丁海，送薛医生。好，雪晴，我看你气色也不是很好，你最近要多注意休息啊。谢谢薛医生，我没事儿，谢谢啊。爸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我。美国总部要我们这边的负责人过去开会。你伯父的意思是让天朗去。你看他这个样子，肯定是不行了。爸，要不我替天朗去吧？不行，国内集团的业务都在你身上，你肯定走不开的。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。可是您的身体也不好啊。雪晴，我把集团和天朗就都托付给你了，你要看好他们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爸，您放心吧。喂，雪晴。喂，丁海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这还有好多文件，你过来帮我看一下吧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时机到了，段雪晴，开始吧。爸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昨天没睡好。爸，你坐。我说这么求了半天门，你还是听不见呢。你呀，应该注意身体，那些工作
可以交给手下人多干一点吗？你放心吧，爸，我已经叫丁海过来帮我了。丁海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还不错。青灵走了，我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样子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哎，爸，你来酒店干什么？我出发前来看看你。你看你最近的状态怎么这么差？整天迷迷糊糊的，老走神。我马上就要出国了，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病倒。找时间到医院看看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就是昨天没睡好。雪晴，哎，爸，你也来了。啊，我给雪晴买了一些甜点，一块吃吧。多了，我还有事，记得好好休息。嗯，放心吧。爸，来。啊，别送了。我带了你最喜欢的焦糖布丁。哎呀，不吃。不吃可以。来。来。给。你看看你，瘦的脸都凹了。行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干活了。哎，走，干活了。哎。这些是酒店的文件，还有这些。这份是客房部的装修报告，我已经改成了部分装修，轮流执行了。这份是 SPA 区和游泳馆做出的调整。接下来还有，这是正泰百货做出修改之后要追加的资金申请。我去趟洗手间，其他的文件我等会儿再看吧。你也赶紧回去工作吧。这些签好的，我帮你交给吴秘书吧。好啊。使用共同股份同意书以及股份让渡书。段雪晴，你终于签了，你终于把股份让给我了。冷静一点。
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。陈春华是段振华的御用律师，有了他，我的胜算更大了。哎呀，酱太大，一个人吃会撑死，人多了吃会不够，也吃不爽。两个聪明的人吃，刚刚好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下班了才过来的。你最近太累，我打算带你去吃点好的，犒劳你一下。嗯。还有，看来南阿姨跟青灵是彻底离开段家了，离开这个城市了。这件事，你可以彻底放下了。我好久都没有这么轻松过了。怎么了？这酒不好喝吗？这酒很好喝，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的酒量不行。以前这种酒我能喝2瓶，现在我怎么喝了不到1瓶就有点晕呢？那我以后不能让你喝酒，万一你喝醉被人家拐走怎么办？那我就得看你怎么表现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陈律师。陈律师，找他干嘛？让你写字据画押，保证不喝酒。找陈律师公证，有法律保障。陈律师那是我爸的人，你找他没用，他只会帮我，不会帮你的。我贿赂他，他喜欢什么，我给他买。他喜欢投资，不过头一次赔一次，现在基本把那个积蓄全赔光了。不过你收买不了他，他跟我爸那是几十年的交情，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哎，别喝了，别喝了啊！好老婆，算我求求你了，以后你如果真的要喝酒，只准跟我喝。雪清，谢谢你给了我陈春华的重要信息。哎，丁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副董有什么急事吗？不是副董叫我来的，只是昨天刚好听到雪晴提起陈叔叔您。哦，对了，我也能叫您陈叔叔吗？可以啊，都一样。陈叔叔，我能参观一下您的事务所吗？行，没问题，请吧。啊。这里看样子新装修过，应该花了您不少钱吧？你找我有什么事，你就直说吧。啊，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听雪晴说，您是我岳父最好的朋友，想着得跟陈叔叔搞好关系。哦，只要你是段振华的家人，我跟你的关系就不会差，是吗？不能让我比他们更特别一点吗？丁海啊，我看你的来意不纯，如果你有什么不好说的事儿，我劝你还是不说为妙，免得日后我不能站在你这边，大家面子上过不去。
不知道是不是我表达方式让陈叔叔误会了，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。要不我改天带雪晴再一起过来拜访陈叔叔。先走了。好了，我吃饱了，去换衣服了。这几天你要听医生的话，多休息。不过休息结束之后，你和爸约定的时间也到了，青灵没法继续找了吧？你想说什么？没事啊，我只是关心你一下。如果我回集团做事，你就得交出你手上的权限。我继续找青灵不回集团，你就有机会大展身手。丁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真的把青灵找回来，那么你绑架青灵勒索我的事情就会人证物证俱在。这事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你何必那么钻牛角尖呢？我会向青灵问清楚的。好啊，如果你可以找到他的话。我吃好了。段天朗说的对，一旦他回到集团上班，我在集团的地位又不保了。一定要尽快搞定陈春华。老公，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雪晴，我不能送你了，我临时得去工地一趟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事情太多，一下子忘了。你也别自己开车了，我让老蒋备车送你。怎么了？遇到难题了？本来就是个难题，陈春华根本搞不定。陈春华是段正华的御用律师，是本市赫赫有名的大律师，他怎么可能轻易就范呢？不过，你拿不下陈春华，你就得不到你想要的。这个我知道。但我手里关于他的资料不够全面，我需要你告诉我更多关于他的情况。我早就知道你会碰壁。来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看看吧。结过3次婚，性情中人啊。他有3儿1女，大儿子已经结婚了，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，还是脑瘫。其他2个儿子在国外留学。他喜欢投资做事业，但是屡战屡败，把钱都砸进去了。这个我知道，还有其他的吗？你如果连段家的事儿都搞不定的话，那你就要考虑你还有资格跟我合作吗？如果有了这个资料我还搞不定，我确实是没有资格站在这儿。我会想办法的。请进。陈叔叔。丁海，如果你还是来联络感情的话，我真的没时间。我也赶着去上班，时间也不多，就是顺道来给陈叔叔送个东西。送东西？我不需要。带上你的东西，请便吧。看在我找的这么辛苦的份上，你就收下吧。
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不需要。我想您会感兴趣的。你也知道我以前是干记者的吧？这是我拜托杂志社的同事找到的资料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前几天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是无意间在跟雪晴聊天的时候，才知道您有个脑瘫的孙子。这是美国最有名的一家治疗脑瘫儿童的医院。上个月他们刚有一个成功的案例，现在那位治疗完的儿童已经能够识别简单的单词了。陈叔叔，把您的孙子送去治疗吧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奇迹的。先走了。雪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没睡好。一定是压力太大了。你要出门？今天开始，我正式上班。雪晴，我是去酒店还是正泰百货？我虽然特别不情愿把酒店让给你，不过酒店事情太多了。我最近有点力不从心，你去酒店吧，我去百货，丁海还可以帮我。好，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？当然没有。段天朗这么快就开始防我了，如果陈律师不能帮我变成这个家真正的主人，那么一切都是徒劳。今天你好像特别安静。今天你好像特别关注我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不在，你有没有偷懒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可是很认真的在辅佐和听从段经理的安排。可是，总经理，怎么了？我们拜托花卉基地培养的梦玲不成功，这香氛断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现在老客人天天要求用梦玲熏过的被子，这可怎么办？有没有找过其他类似的香氛？找过了，但是没有梦玲那种独特的味道。再说，如果有的话，别的酒店不就模仿我们了？这样，我去国外的网站上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香氛。你叫花卉基地继续尝试配置。是，明白。清灵木，清灵木，木清灵，是清灵。清灵在这里。吴华，帮我订一张下周去法国的机票，要快。清灵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丁大哥，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。丁大哥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全家一定不会忘记的。快别说这些话。陈叔叔跟我岳父几10年的交情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美国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下飞机会有人直接送你们到医院。只要孩子能够治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可是我公公那边，
等你们到美国都安顿好了再告诉他。陈叔叔的性格太耿直了，提前跟他说，他肯定犹豫不决，耽误了孩子治疗时间可不好啊。太感谢你了，丁大哥。太谢谢你了。等孩子治好了再谢我吧。赶紧进去吧，你们来不及了。好的，谢谢你了，丁大哥。好，拜拜。嘿，去吧。谢谢。走了，再见，丁大哥，再见。谢谢啊。陈叔叔。哦，丁海啊，不知道你那么急找我，什么事啊？我知道，是你送我儿子他们全家去美国治疗的。陈叔叔，您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？有点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。现在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对你的谢意，但是我承诺，所有的费用算我向你借的。现在虽然不能马上还给你，日后我一定会连本带利，一分不少的还给你。